川普，我不懂这个跟关税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他意思说我们要靠关税来赚钱，赚了钱干嘛呢？我们要坦克、AI 都回流美国制造，不是什么袜子啦、T 恤啦，这个不重要啊。但是呢，这个其他地方晶片、电脑、坦克、船只都要在美国做哦。所以呢，我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晶片我要加税，AI 加税，反正这些都要加税啊。你们不在美国做加税，甚至还威胁苹果手机，你不在美国做我就加你税啊。所以害得苹果股价都跌了哈。那另外呢，川普也是法家湾啊，他原来说他跟欧盟谈判太慢了，所以呢，本来是7月8号，现在改成6月1号，我就加你50%的关税。那欧盟的理事主席就打电话给他，你什么意思啊？你本来不是讲7月8号，我们欧盟20几个国家，一个个要谈多困难啊！你急什么呢？你功课都是他第一天就写好吗？都不是最后一天才写的吗？啊，我都是最后一天才写的了哈。所以呢，到最后才写啊，所以还没有到时间呢，对吧？你干嘛这个时候要交我关税呢？通听也有道理，好吧？哦，又延到7月9号哦，就是说，那你要快一点，你要快一点。哎，这个川普有时候跟他谈还是有道理的啊，还是有用的了。范德兰说好不好？我们尽速谈判哦，所以呢延到7月9号，本来把他吓死了，6月1号马上就到了啊。那另外呢说，叫精品业哦，什么 Hermes 啦、LV 啊，什么这种这个 Gucci 啦，什么 Chanel 啦，甚至欧洲的东西非常贵，精品嘛，做得好。当然它也不是好你10倍，价钱是10倍，它只要好你1倍，价钱就可以是10倍了。汽车也是一样啊，因为那个真的好的车有一般的车子那么好，价钱贵那么多，5倍、6倍、8倍、10倍，没有它好一点就可以要你价钱要很多，专门给那个要高端产品的。另外，欧洲制造本身也有光环啊，大家觉得欧洲啊、意大利啊、法国啊，这有这个。那但是问题来了。哦，川普也要加他们的税哦，所以呢，LV 曾经2019年6年以前在德州设了一个皮革工厂，大概做皮包啊什么这些东西，结果呢，现在讲了没有办法扩大生产，为什么？因为招聘、训练工匠都遇到挑战，也找不到人，那个很细啊，要很小心啊，工匠要有技术啊，他找不到人啊。所以他虽然设了一个厂，他很难扩充嘛。但是你现在如果在欧洲这样加他的关税，他没有办法，所以呢，只好增加在美国生产了。但在美国生产你就没有欧洲那个招牌了，对不对？你要付多少钱？你要付那么高的价钱去买一个美国生产的东西吗？我通常看甚至有些欧洲牌子衣服，我买的西装，我都会看哪里做的。如果你在什么一些落后国家，我干嘛花那么多钱买啊？你除非真的在意大利做，在法国做，付那么高钱还有道理，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贵嘛，人工贵。如果你卖那么贵的牌子，你又在其他一些落后国家人工价钱很低的地方，我干嘛买？我傻瓜，我250才不买呢哦。所以一样啊，你在美国做，美国是出产什么精品？美国就一般的大众货啊，谁要花那么多钱买美国货？所以欧洲货现在就遇到问题了。大陆李强总理呢，跟这个印尼的这个领袖呢，他们一起开会，说要共抗美国这个关税的关切啊。但是呢，安华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安华也政治路也很悲惨的，所以用他什么同性恋啊，关到监狱里面啊，什么一大堆难听的名，现在又翻起来当首相啊。他说川普来，跟我们东协亚细安国家开峰会谈关税嘛，不要搞保护主义了，跟我们东协这些国家大家来谈啊，我们之间都互免关税啊，你来谈谈看啊，邀请川普看川普吃不吃他这一套了啊。那金管会今天这个限空令把它停了啊。那所以网络就说雨天收伞太狠了，现在还没有确定啊，我们已经确定关税多少吗？也不确定啊。我们看一下。答题前走向记者回答提问，川普这回直接透露向各国大课关税的真正目的。You know, I'm not looking to make T-shirts, to be honest. I'm not looking to make socks. We are looking to do chips and computers and lots of other things. And tanks. 川普表示，他还想要美国制造更多坦克、更多船舰等军事设备，而且似乎不是随口喊喊而已。川普说，美国钢铁公司和日本新日铁公司的合作会创造7万个就业机会，还可以为美国经济注入140亿美元金流，而且大部分投资会在未来14个月内进行。
早就为关税吃尽骨头的美国厂商也支持川普钢铁制造回流美国的政策，并且准备好咬牙撑下去。至于对欧盟的50%关税，川普应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要求宣布延期。July 9th would be the date. That was the date she requested. 这段时间，美欧会加快商讨，找出贸易分歧的解决方案。特别是美国从欧盟进口的商品，光去年就超过台币19兆元。And it's not just the BMWs and the Volkswagens from Germany. We're also talking about aircraft,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machinery, wine, and other alcoholic beverages. 欧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旦关税真的上路，美国货架上更多商品会涨价，冲击范围势必更广泛。赖永平，川普他要的是晶片坦克、军舰，这理所当然嘛。其实从头到尾也没有人真的相信说川普想要移回去美国的制造业是做 T 恤跟帽子跟袜子跟 Nike 球鞋的吧？没有人会这样想嘛。但问题是呢，川普你要达到你的政策目标，你为什么会采取那么奇怪、达不到你政策目标的很多的做法呢？比如说，你跟全世界为敌，通通都去搞关税，对于你达成你要 chips 坦克、军舰回流美国，你到底是怎么样能做到？只是说他这个更明确的表态，台湾要更担心，因为晶片就是台湾真正最强，不是台积电是台积电的上下游通通都要整包过去的问题那个是真的会把台湾的整个最核心的竞争力搬走。那这件事情，台湾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因为它一直是全世界有名的。中国大陆是不贵，台湾是立刻贵，提前贵，对不对？那你现在台湾要怎么因应？尤其川普已经明显的讲这个。那至于呢，他现在跟欧盟再又扯50%的关税，你在扯什么呢？你要做坦克，你要做军舰，你是靠欧盟加关税能够做到吗？那你不然你就直接跟德国谈嘛，说你德国你什么技术非常非常好，我跟你合作，然后你的哪种技术到美国来，然后我跟你做怎么样，不管是投资或者关税交换，你起码做这种事嘛。结果你现在整批都拉到50%，欧盟那么多个国家，欧盟也有很多国家是在卖农产品的那像意大利，他也没有在做坦克啊。他也没有在做军舰做精品，对啊，他在做精品，他在做 Gucci 包啊。那你是莫名其妙，你要把那个包拿到美国去做吗？这是你不是你喜不喜欢这个精品产业，是你做不出来嘛？那最后我要讲一点，我们前面在讲的，我觉得从印巴这个战争呢，中国大陆的这种体系化的作战尤其是歼10不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新代飞机，可是却打败了标风的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整个军武系统呢，跟美国为首的西方系统呢，似乎已经走到一个交叉点。而那个交叉点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警讯。我觉得《经济学人》杂志这次讲的这个北斗卫星跟 GPS 的比较呢，是我们太需要关注的事情。其实2年多前我们在赵先生的节目就一直在关心北斗卫星这个事，可是台湾普遍的大家都好像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必须讲《经济学人》杂志这次讲的那么明确，北斗卫星呢，卫星的这个56颗是 GPS 的2倍，更要命的是它的地面接收站呢，它总共有120座地面接收站，然后呢 GPS 只有11。那对台湾来讲更严重的是什么？是中国大陆就是我们隔壁就在旁边它的地面接收站重点就部署在台海跟亚洲跟相关的地区，这是它的最强的地区。那我问美国，我们现在就算再把军费提高3倍5倍，美国会愿意因为台湾把 GPS 的卫星数量增加以及地面站增加，而且是放在台湾台海吗？那如果没有，大家真的想想看，我们都不要想到什么地面部队什么的啦，你这个卫星接收站没有，你就等于眼瞎了啊。
那他就像那个《经济学人》杂志讲的，他那么多站，他那么多卫星，他的这个强力，他直接都把你讯号干扰，我们什么都搞不到。那我们今天买一大堆，大家还在讲那个什么刺针飞弹，然后还在讲什么都不是，你通通没有这个卫星的导航，你不就眼瞎了吗？真的，这次印巴战争，我再讲一次，我父亲是老派的飞行员。他们那个时候的飞机是真正飞上去，雷达都老旧的不得了，是真正靠飞行员技术，飞机一对一在那边缠斗的，所以那时候的伤亡人数才会那么多。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是很可怕，你上去，你根本敌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你就被击中了。那你跟飞行员，你投资他，训练他，你要他身体那么好，眼睛绝对不能近视，然后那个重力训练什么的，然后对他培育他，要求他那么多，结果呢，你所有卫星没有，导航不行，你那个预警机没有，你就挂了啊！那这种状况，台湾今天还不明白我们遭遇到怎么样的危机吗？你跟中国大陆不谈可以吗？没关系，我们发射我们自己的卫星。我一直讲这个笑话。我在台大的时候，台大搞一个火箭社，报纸都登哦，不得了，台湾这个要发展火箭了。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了，当时那个火箭社的社长都到台大机械系教授都退休了。我们卫星在哪里？我们的火箭在哪里？刚刚永平讲的就是，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危险，叫做盲人骑瞎马，雪夜渡断桥。那你现在飞机如果没有导航啊，都什么预警机也落后等等，那就跟盲人骑瞎马有什么不同呢？现在再回来。好，因为非核家园哈，其实不只是核3厂2号机的，因为只有占3%嘛，但3%是很重要的3%哈。那你因为都停了嘛，1、2、3本来10%将近20、15、6%的，通通没有了。好，那你没有，你本来要靠什么起来？就要靠绿能嘛。那绿能又起不来啊，绿能本来就不容易起来啊。那没有风，它也没有风电，没有光，没有太阳能，没有光电，东西是很不稳定的嘛。哦，那只好这个建天然气啊，搞天然气啊，天然气要储存槽啊，也不是说要有就有了。哦，所以那怎么办呢？只好把燃煤发电机，其实旧的燃煤发电机都已经备用了，又拿出来，还没有这个运转执照也拿出来，所以现在台中火力发电厂、这个新达火力发电厂、大林火力发电厂都拿出来用嘛，所以台中人跟高雄人真倒霉啊！哦，那桃园也彰化有很多地方停电了，所以台电道歉抢修，当然它有理由了，有老鼠啊，有蛇啦等等哈。那另外呢，这个新达、大林机组都重启，真的你对不起高雄那边人，高雄那边多支持你民进党。你现在让他们呼这种空气，对不对？所以呢，对民进党有人说是警钟警讯了哈。那所以呢，尤其中火那边，我真的觉得最衰是南投了。南投什么工业也没有，结果呢，因为风向的关系，风向关系，所以呢，这个南投人呢也受到空气的污染。卢秀燕就说呢，国家应该检讨能源政策嘛，有时未晚，其实已经晚了，但是呢。晚总比不做好嘛，哦，那柯志恩因为要选高雄市长了，所以他就新达、大林老旧机组的发电惹祸，他戳破不缺电，你不是不缺电吗？他不缺电怎么用这个？他不缺电就把这些都早就算进去了，哦，如果备转率在8%，这些就可以用了，哦，所以环保部长还会说啊不违法，环保部长讲什么话，等等骂你一顿这样，好吧，等等再骂。哦，新达、大林这个燃机组被曝偷开，那环保部长说呢，合法合规，你老是讲这个。哦，你不要讲用回发电，我们有什么回发电？空气品质好到很 PM2.5就降低很多了。那全世界都一样，把很多地方都拉起来一起平均。你那个花莲、台东，那是台湾最后的一片净土啊！你把那个来平均，当然很好啊。我在环保署的时候，我就骂他们，我说那个时候就有空气，我们都开始设空气污染指标嘛，都很好。我说我呼吸是你们测的空气吗？你去把那个侦测的设备放在区公所、户政事务所的10楼，户政事务所不是楼吗？它放在它顶楼上，要不在阳明山设站，然后呢跟我们讲平均很好，我可以这样子吗？都给我拿下来，都放在2楼，干嘛放到10楼？你这样才能测到，你不用自欺欺人，你骗谁呢？你的数字要骗人干嘛呢？
对，是无聊嘛。所以呢，就什么合法合规，你环保部在这个时候要站起来跟经济部讲，跟财政部讲，不可以这样子。你是经济部副的环保部啊，是升格你从环保署变环保部，不是就是希望增加你至少你在位阶上能够跟他们平起平坐吗？你是讲什么老是袒护他们什么意思？那官那么好做啊？真可恶啊！而且前阵还讲说，移动污染源比固定污染源多。我知道啊，摩托车1000多万辆啊，汽车好几百辆，当然是移动污染源。那你就要想办法减少汽柴油车，鼓励电动车，不是这样吗？前2个礼拜财政部说，以后电动车也要收燃料费了。我没有看到环保署讲一句话，我在注意环保署没讲，环保署要站起来反对嘛？你不知道吗？你在中国大陆，如果上海、北京，你要申请一个汽油车的执照，一般的车子10年也排不到，它这种抽签10年都抽不到。但只要你是开电动车，立刻给你牌照，这才叫做鼓励嘛。所以为什么大陆的电动车发展那么快？不是只是靠那些电动车厂，是因为鼓励大家用电动车嘛。那这样的话，你自然移动污染源的污染就变得那么大了。那你环保署有什么政策拿出来？你只会讲，还有财政部讲，你一句话也不讲，可以这样子吗？是把我气死了。然后呢，这个把署长在骂环境部，前环保署。那这个王玉敏是说，这不合理不合情嘛？为什么要启动新达跟大连发电厂？黄仁勋都出来，黄仁勋现在被青鸟出征了，他也快变中共代言人了。黄仁勋说呢，台湾如果要发展 AI， 就不能没有能源嘛。那有能源，你现在电是不够的嘛，所以一定要投资核能嘛。这全市都这样嘛？那台湾在跟什么也不丢脸嘛？丢脸什么？那个时候反核有那个时候背景跟道理嘛。那现在说全世界都这样用，因为现在反的更多是这个气候暖化，没有什么丢脸了。这个也不是信仰哦。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也说，现在是呢，台湾还在用火的时代，还在那个钻木取火的时代，那黄仁勋呢已经被抹红了，很多人出征他，抹红他那川普也签一个行政命令，要松绑核电，说25年里面要让核电成长4倍，所以呢，全世界其实包括欧洲也都是这样嘛，所以我们还是用肺呼吸发电所以有人讲不是用肺发电，是用命发电啊，那么多肺腺癌，很多年轻的人都得肺腺癌我有一个朋友到林口长庚医院。好多年轻女生都得，很多人都得这东西，也不抽烟呢，也不做饭呢，怎么会得呢？当然是空气有关嘛。所以国民党说，你赖清德不是要什么国安简报吗？应该把能源也放到国安里面了美丽岛电子报做了一个调查了，说呢，到底这个重启核电发电民进党不重启，对还是不对？55.1%认为是不对的，只有32.7%认为对的。那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对的有62%，但是民进党支持还有27%将近33%认为不对不像以前那样完全支持废核那另外呢，这个认同赖清德跟卓荣泰说认为他们表现不错的民众也有83%的人不认同政府废核。换句话说，已经跟以前刚好相反过来，现在已经完全倒过来了。那我们再看全世界的趋势，美国现在有96座核电厂要延役了。另外呢，还有22座呢是延役80年。我们现在台湾只是说40年延到60年，他们延到80年。然后呢，日本呢，这个有8座要延役到60年，英国呢延役10年以上，芬兰呢延役到2047年，加拿大呢延役到2064年。全世界没有办法嘛，这个不是。有时候你不是，如果真能够飞核，电又够又不贵，当然好嘛，没有人会反对。问题你做不到嘛？我们看一下。尽管环境部长彭启明已经呼吁民众不要讲用肺发电，但国民党立委陈金辉不接受，再度为了高雄空污跟呼吸疾病跟彭启明杠上。不是帮能源政策辩护会增加气喘，还会增加咳嗽、增加头痛、增加慢性咽喉炎呢。很多的空污的来源，例如说家里面一些主妇煮菜
这个煎肉、煎培根等等，那个 PM2.5在国外的文献都可以到好几百、好几千。彭启明一句主菜也是燃气，也会空污，让现场突然傻眼，说不出话。只是面对高雄兴达跟大林火力电厂已经除役的机组，却悄悄启动发电，究竟会不会开罚？不会，它是属于一个紧急备用。那至于紧急备用的条件如何使用，那这个由台电来做说明。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是合法合规的，它有它的一个期限。例如说兴达，它是到今年年底。彭启明强调合法合规，但会要紧急使用，是否因为非核家园后短期用电真的不足？如今基隆人也担心自己城市的协和电厂燃油机组会重启。会不会火力发电越开越多？其实火力发电有分燃气跟燃煤，我们家里每天煮菜打开也是燃气啊。这个燃气它相对的是比较干净的，基本上油气转煤，等于说把煤换掉，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彭启明这言下之意，似乎替未来可能火力全开留下空间。梁君。我想先讲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兴达跟大林机组那么大家看到说他们最近大家讲说，那他现在为什么又来发电那我想这个是在被调度使用了哈，这个我想台电自己在记者会上面已经有讲得非常清楚了。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这个空污啊，然后这种环境污染，其实近几年大家非常的在意。那所以呢，其实政府从前几年就一直开始在整个能源的政策上面，其实目标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减煤、增气，然后展绿跟非核我想这4个方向其实一直都很清楚。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持续的努力将所有的这些燃煤的机组把它换成这个天然气的机组，那希望在接下来可以再拓展这些绿能。那所以大家现在当然一直在讨论说，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完成啊？那包含说像是台中跟高雄，在地的这些民众都非常的担忧啊。那首长也都有充分的担心。那其实，在台中的部分呢，在这个2034年的时候要到无煤化，这个其实是一直以来政府都来去做承诺的。然后呢，在今年的年底也会拆掉这个燃煤的第1号机组跟2号机组。所以我想在整个减煤的这个发电上面是一直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那当然从上个月一直到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到底核能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我想这个赖清荣总统其实在520的就职演说里面，大家也针对这个问题向他提问。那现在当然立法院已经也有相关的这些议案，包含说像是核电厂的这些研议等等的。那但是当然也是要有一些前提，然后跟凝聚社会的共识啊。那2大前提当然就是核安会要先因应嘛，因为现在这个核子反应器的设施管制办法新的修法已经出炉了。那接下来要怎么样有一个合法的研议程序，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台电也要依照核安会接下来所定义的程序，完成安全的检查跟审查之后，才接下来还进到下一个动作。这是2个前提啦。那另外就是3个社会共识那这3个社会共识，其实大家提到说，各个国家看起来也都有这样子的核能发电厂。那有的国家还要持续研议，有的国家非常非常的多。第一个，台湾这个土地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呢，人口密集度也很高，所以呢，在这些核废料的安置上面，这绝对是需要大家凝聚共识的。所以呢，在核废料有解这件事情是大家必须讨论的。再来就是核能发电厂的安全，因为我们台湾地处在这个地震带上面，所以这一直以来也是大家非常担忧的。再来就是要有充分的社会沟通跟对话。所以我想刚刚前面提到的，从前几年我们在减煤、增气、展绿、非核的议题上面都不断的在努力。那接下来大家提到立法院现在有新的这个修法，那赖总统也抛出他的2个前提跟3个共识。所以接下来台湾的能源政策，我想需要社会上更多的讨论。那当然绝对是希望我们在总体的这个能源能够得到有一个相当程度的稳定，那在环境污染上面也可能尽可能的来降低。休息一下再回来。